从广州出发，我们选择了海南航空，机上并不会觉得无聊。座位前有电子屏幕，听了邓紫棋和周深两人的专辑后，也差不多到北京了。经过3小时的飞行，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0分，期间还吃了机上的餐食。从机场直接滴滴打车到预定的民宿，房间里收拾好行李，大概也快4点了。我们住的地方离天坛不远，从民宿步行到北门大约15分钟，天气不热，走起来还挺舒服。到达天坛北门的时候，已经错过了购买联票的时间，下午4点半以后就只能买入园票了。小红书上说北门附近有盖章的地方，我找了一下没看到。如果有朋友想集章，可以问问工作人员，看看还有没有开放。进门后看到门口有家甜品店，顺手买了杯饮料，喝点冷饮也能缓解一下旅途的疲惫。走了一小段就到了麒麟店的入口，门口有售票点，听到前面几位小姐姐说还能买联票，于是我们也试了一下，果然可以买，价格也没贵多少。麒麟店果然是天坛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，走近一看，真的非常宏伟，但人也非常多。入园中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堆人站在那里一直拍照，走到过去一看，果然是一个好的一个拍照点，我们也在这里拍了几张照片。广场上大概有1半以上的面积都站满了人，虽然可以走动，但找个角度拍照还是要等一等。我们抓紧机会拍了几张打卡照。拍完麒麟店，我们想继续往回音壁那边走，但一时有些找不到方向，就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很热情地给我们指了路。在麒麟店的旁边有一个历史文化展，在这里介绍了从古至今关于天坛的一个历史状况以及它的发展历史。我们才从旁边的小门出去，顺着园内的图标指示往南走。大门出去的这段路叫做丹壁桥，是从麒麟店通往圆丘的中轴线。桥两边用的是橙砖铺路，中间一条略微拱起的白石路，古代称为神道。古代皇帝祭天时就是走这条路，走到尽头也就是著名的回音壁。但两侧的东配殿和西配殿都围起来在装修，不过主殿区域还是可以体验的。我们试着站在第3块石砖上拍了拍手，果然有一点点回音效果。这时刚好遇到一位讲解员路过，他告诉我们站在不同的砖上拍手会有不同的回声，第1块砖拍一下回1声，第2块回2声，第3块回3声，这个回音的原理非常神奇。不过因为周围在装修，再加上还有游客没有离开，声音不是很清晰，只能听到一点点。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就听到保安开始喊关门啦，下班啦。我们也赶紧圆丘方向赶，没想到圆丘那边的保安还没清场，还能进去。我们快步冲进去拍照，这时候圆丘上大概还有10几个人，基本没有排队，可以尽情拍照，几乎是一整天中最好的拍照时机。我们抓紧时间拍了几张满意的照片，最后也在工作人员的催促声中走出园区。这次我们是从北门进入，南门出来。
算是刚好把整个主路线走了一遍，整个行程也就1个多小时，算是一次极限打卡之旅。虽然时间不长，但该看的景点都看到了，小遗憾是没赶上夜景。听说祈年殿夜间点灯只是在周末开放。离开天坛后，我们回到民宿附近，在路边看到一家涮肉店，第一次尝试北京的铜锅涮肉，意外的好吃，价格也不贵。涮肉配上蘸料，再来一瓶冰可乐，完美收尾这一天的行程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